朋友们好，我是 J，今天是7月20号以下内容呢都是我个人交易思路的分享视频内容呢仅供大家学习，还有拓宽交易的思路不构成投资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进入盘面原油我在早上的时候已经也提示大家了就是我已经离场了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说，可以考虑这个留个25%到30%的这个底仓继续往上看但是我个人呢还是选择在这个位置去离场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段时间的利润也足够。原油我从4月份就开始说看涨，4月份是这里4月份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有介入85、86，看涨到110左右106、110左右然后说止盈70%，后续再找机会。后续呢，当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边有个收敛三角，考虑什么？就是如果它突破三角，回撤再做比如说96这边，那如果没有突破三角怎么办继续往下跌。第一个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当时这边有个缺口，对不对 ？OK， 在这里做一笔然后往上看，但是这里被止损了这里被止损了 ，OK， 那就这笔就不做了止损完就后面就没再做，后面在做什么？是在这里入场就我当时画的缺口，在这里去做止盈。所以原油其实我们很早的时候在这里有做过多，这里有做过多这里有做过多，这里也有，但是这里是否掉了所以原油总体来说还是什么？还是看多还是看多。那这里要怎么办呢？这里接下来就是我在这边去做一个止盈，它这边会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下方呢它是有一个缺口，所以如果到时候又出现什么幺蛾子的话，它有可能会下来补这个缺口，再往上冲。那如果再下来的话呢，那我就在这边接止损给到下面，就这么简单或者是什么？如果等它突破，突破完回踩缺口，我再去做，也可以。但是这里对我来说，这一个波段已经走完了，因为这里不管是怎么做，我个人的系统就是首先它这一段已经拉涨结束，然后这里是1、2、3、4、5小五浪走完了，那这里大回调的概率是更高的了那我们就加上缺口也补上了，那我认为在这里去做一个止盈是比较合理也比较合适的所以原油我就离场了，这边给大家讲得很清楚，然后我都有开我都有去做，包括这个布伦特，但我觉得布伦特可能价格更好一点布伦特我发现有同样的仓位这个止盈的更多，布伦特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入场的布伦特有28%，你可以看一下早上起来27、28你看到90嘛，我在90附近，那你看 WTI 才好像23%多了5%的利润出来，同样的标的所以说这个老美有压油价这个 WTI 它有压油价，确实就是还是有点效果的所以5%，同样的仓位，你想一下，止损是一样的那你多了5%的利润，其实多很多的所以说，但是布伦特呢，就是说它没有缺口，有些时候会今天终于出现了，之前是没有缺口，所以说我一般是参考它WTI 再去开一些布伦特，比如说我有10万美金的仓位。我各分5万美金打个比方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油我们反正就离场了，暂时就不再观看它了。而且叫什么？从布伦特的角度来看这里也是要去做一个止盈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那它这里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什么？你可以看一下你看这里是之前的这个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说 M 头你看 M 头，那不管它是不是什么头，等一下不管它是什么头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这边是之前一个大箱体，然后跌破完以后可能是一个什么回抽完继续调整，所以如果原油这个底部它要筑底的话，它可能会再下来一下，再往上走，然后再上去有可能是这样走，因为你看这边是之前支撑嘛，对不对？那现在碰到这里，第一次碰到这里，第一次回抽到这里，是不是它很有可能是一个阻力？那它是不是向下的概率变得更高了，是吧？而且加上我们讲过的，这边走了一个小五浪，是吧？五浪衰竭，那往下的概率可能更高，所以在这边去做一个止盈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OK 吧？那我们基本上就做到自己的这个就到位了到位了。这个原油这一笔就做的还是比较，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从当时4月份到5月份，那这里一直给大家讲说6月份说别急要么等突破，要么等2个缺口，第一个缺口去尝试一下如果损了不要紧，等第2个缺口。你看
这当时损的不要紧，那看这里你看上来就全部就加上前面几笔就全部收回来了啊，原油就做4笔是吧？就损了1笔，剩下3笔都是还是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就是这个原因是吧？我们按照逻辑做，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原油我是不会做空这个品种的。很多朋友当时问我说，你在110止盈为什么不做空？没有反手就做空的哈，你要说那你可以这边反手做空，你看一下后续会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止盈跟你做空是2个概念，止盈是认为说已经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我可以去离场了。做空是你已经看跌，你止盈不代表我要看跌，就是什么看多不做多，看空不做空，是吧？你在这里做止盈，阶段性的止盈代表它可能什么，你要锁定利润了准备要离场了。但是做空跟止盈是2个概念2个方向，你不要这个混在一起如果你总是做正反手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会把自己玩死你比如说包括这边这边往上涨那你觉得要做空，它后面你看，比如说往上涨要做空，然后下去你不服输就上来给你打了，或者怎么样，各种行为，而且会把自己的方向弄得很乱，加上一个品种，比如说它是往上走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就尽量去做多，不要去做空你可以就像我讲的一样，比如说你做同一个就比如说用油嘛，油来说你做了它10笔交易10笔交易。那我觉得什么？它是上涨趋势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你7到8笔都应该是顺势的，就是顺多头交易去做，抓拐点，抓趋势突破，然后有什么剩下2到3笔可以什么逆趋势，什么意思呢？去摸顶看一下它有没有，比如说在这些很大级别的地方，如果你想做的话，很大级别的地方去考虑摸个顶，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在大级别的地方去摸顶，因为在我看来，我更愿意顺势去做，轻松很多轻松很多。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跌，你看到110跌下来看似很快，反抽磨了很久很久，又再跌，就是你会发现它它从这一段你看跌下来是比较慢的，但是涨起来其实很凶的，你发现没有？它涨起来还是很凶猛的，是吧？那我们就顺势去做，因为顺势它往往它什么激发出它最大潜能，对吧？那逆势的话，它就抵抗比较强，你看它走得很辛苦，但是你空间又不大，是吧？这就讲得很清楚了金子讲一下因为金子其实也比较简单金子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它现在慢慢开始走的也是一个就是这种继续收敛，然后4000跌下去又跌不下去，这边开始磨。那我认为在这种地方磨的时候，它往往就是还有什么，还有最后一跌因为什么，在这边很多人说，当很多散户认为这边是底部的时候那往往就不是真正的底。我就这样给大家讲得很直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庄家或者说市场上的这个对手你的对手往往要把这些大部分的散户，我不敢说100%80%-90%的散户把他们杀干净杀干净，就叫什么牛市？为什么要牛市多暴跌？把他们杀干净，杀到他们觉得要么是没子弹了要么是把他们杀到什么？杀到说，就他们认为牛市没了，牛市真的不存在，走熊市了然后再把盘子拉起来车子清了，再把盘子拉起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很后悔，已经拉起来了，又要去追的时候可能又要反转了。所以往往市场就是这么操纵人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黄金再绝望一些的时候当市场没有人看多的时候就是大部分的散户都不看多，而且或者散户已经不再关注黄金的时候他可能去玩其他品种了也没关系，就是不再关注的时候，对不对？只有我们这些第二圈层的人，或者是本行业的，对不对？我们讲过这圈层问题，第一圈是什么？在他这个小圈层内的，比如说专门做黄金的这个朋友，在黄金的企业或者是自己有做黄金的方面工作的第二种是什么？是我们这种投资者或投机者是第二圈第三圈就是无关人士，就比如说宝妈乱七八糟，这跟这完全又跟投资交易又没关系，然后也不是这个工作的人第三那个圈层呢，什么学生乱七八糟这些人他们不再关注黄金的时候，这时候黄金再来一波下杀，是不是？就是基本上我们讲的最后一跌嘛差不多跌完了这些人也就真的离场了OK， 那差不多行情又要开始一轮新的什么从内到外的发展就是这样。而且为什么我政治黄金有朋友问，很简单，央行都，我们国家央行都在一直买黄金，为什么你不买？对不对？你比央行牛逼吗？对不对？我们国家的央行战略可是很牛逼的。你看，你只是看到什么，他每个月什么1个月才买几吨，那是明金，就是说
就是通过交易所走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多黄金其实它没有通过交易所的，它就市面上叫暗金，但是实际上它是真实的黄金，只是为什么不同交易为什么要通过别人的交易所走，对不对？我要问为什么我们自己买黄金给人家赚钱？所以而且现在香港开了，香港还是上海开了那个亚洲最大的黄金交易。那个什么什么，好像有5000吨储备，5000吨黄金现货的储备，也是交易黄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国家自己也想做这个东西，所以它一直也在储备。那本身国家央行也在储备，也在做这个东西，那就很简单，你还不跟上吃肉吗？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说，黄金买现货啊，你拿不住你就买现货，ETF 都可以，无所谓，买着就好了，不用管，好，不用管。那什么，然后。但黄金的期货啊，这些东西哈，你要等合适的位置再去做啊。现货我就跟大家讲，就很简单，4200、3800去买，3800你看迟不来，它如果到时候一跌到3800，OK， 那我绝对是直接猛上车的啊。这个现货我会再买的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小级别你会发现它收敛震荡的幅度越来越小了。那我们往往也要明白什么？当它的收敛幅度震荡到越来越小的时候。就是越来越接近什么，也是越接近这个出方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用它来用这个英特尔，我们来做一个 OK， 你看好，英特尔也是比较简单的，你看哈，它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看周线吧，啊，周线就是举例子哈，你看它也是跌到底部以后，它在这边震荡收敛，你看。震荡了1年吧，其实你看它的震荡收敛就这个地方，18块钱到25块钱，震荡了1年时间吧。你看在这边其实做了1年的时间的吸筹，当时没有人在关注它了，觉得英特尔都烂了。然后你看后面它从32直接直线拉升，拉到140，是吧？就是一样的道理。当没有人关注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要去介入，懂得去埋伏的时候啊。包括这里也是，你看这里这一段反弹也是很不错的。你看往下啊。往下震荡，没人管它了，哎，突破回踩，然后拉升到盘中之前交易的这个，我跟大家讲过，这种盘整区中间啊，差不多28这个中间位左右啊，那可能还没到中间位啊，还没到中间位，这个只到了28位，没有到中间位，中间位如果它能到55左右啊，那它是破50下来了啊，那应该是618的位置，看一下啊，哦，那很标准的。啊，那很标准的，这真的就差1毛钱到618啊，差不多就这位置了啊。618是51块，它是摸到50下来了啊，整数微波的下来，所以说其实你看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要等这种时候，等到无聊的时候，就是我们去什么再去摸它的时候了。现在还不够无聊啊，等它再无聊一点啊，等它再无聊一点，好吧？这些顶底都是这样子，就包括这段时间啊，我们去看原油也是一样，好。好，那总的来说哈，我们再把这个几个讲一下哈，几个标的讲一下哈，然后每日的话就没什么好看的哈，这里的话继续收敛的话，就是有两种形式，我就之前跟大家讲过2种形式，第一种啊，因为它已经走到极致的收敛了，对不对？对不对？没错吧？这个极致的收敛了是吧？已经从大中小已经变这样，第一个下到158继续上冲啊，第二个直接上冲。比如说上冲哪里啊？上冲到165、167啊，然后再下来啊，这就是会大开大合了，哈。因为它的2个极点都不是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往下，伤害很大啊，然后再往上冲，往上砸啊，往上冲，再往下砸，伤害更大啊，就是一个让你掉30滴血，一个让你掉50滴血，你这种感觉，你这不可能不掉血啊！就这种形式，我跟大家讲，可能大家更理解啊。所以说每日还是这个要多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个它相当于最近的，我觉得很容易出现一个暴雷的一个情况哈，很容易去引发这个亚洲市场的暴雷。所以我当时在汇率最高度的时候，我当时也提示大家说，包括。这个 A 股也是跟大家讲说，这段时间确实要去注意，为什么？因为亚洲市场就是我不能讲美国哈，就是美国跟我们还是比较远，但亚洲市场的这个属性哈，就是说日韩涨我们也容易涨，日韩跌我们容易跌，因为大家热点啊的东西，它热钱流动啊，它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近的，明白吧？啊，所以而且它属于同个板块亚洲市场，你想一下亚洲市场，很多亚洲的资金，它不仅会压住，比如说你是亚洲的资本，
你要在亚洲市场玩，你肯定是中日韩都得玩吧，你不可能只玩日韩不玩中国吧，对不对？或者你只玩中国不玩日韩，很多都是，尤其这种大资本它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有多参与。如果他一旦战略收缩，比如说日韩不对劲，他也会把中国的钱抽出来的。啊，这肯定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大的机构，就这种国际金融资本机构，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做这样事情？因为你会认为哦，日韩出危险了，那我对中国的市场态度肯定要出现比较明显的防守。如果中国市场出问题，我对日韩可能也是起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因为什么？害怕他们加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会有一些影响，是吧？这很正常。其实有些时候你把自己的位置换过去一下，你就更好理解了啊。那这个韩中我们就不讲了啊，这就烂掉了啊。我就跟大家讲，如果这个位置守不住，这个位置其实是接近支撑了，这个位置守不住啊，4800件真的6300守不住4800件，为什么呢？它从2000涨到这里，可是没有直接大级别回调过的。它这一波2000涨上来，翻了4倍啊，2000涨到9000吧，应该是2300涨90003倍吧，啊，无所谓几倍。它回调到4800，回调50%，在我看来是4800，回调50%左右是不过分的啊，是真不过分的啊。它现在回调了30%啊，是可以说，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30%这一带它能守住，还能再往上反弹一下，如果守不住，就是往50%走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啊。我就直接给大家一个比例就好了啊。那日经很多朋友日经说当时做空一直不下来，一走就下来，那其实日经它走的比较诡异，为什么呢？因为日经它始终走的是一个这种看涨通道，但是又跌破，你看没有？它是这个通道其实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应该看涨然后往上走？但是它又向下跌破，所以我跟大家日经它并不好碰，而且日经它现在国内本身也矛盾，所以它这矛盾体走出来的这趋势也就很矛盾了。那它这边就是比较明显的什么，比如说盘整突破回踩啊，然后下来再回踩，这边再往上。那日经如果6200破掉，6200这个位置一旦破位，后续回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做空的机会，所以再等，或者它有可能这边到时候再往上冲一下，做一个比较大的地球顶，再往下也有可能，所以说耐心等一等哈。然后对美股，还是不看好，因为这里的抛物线已经走出来了哈。我们讲过抛物线原理的啊，抛物线原理，这个一样的，你看抛物线啊下杀起来，那你要看涨是什么？你看抛物线啊，到时候有可能下杀一下再起来，所以说耐心等一等吧，好，耐心等一等吧。好，行，好，我们来讲一下比特币。先看周线吧哈，周线其实没有太多可以说的了哈，就是趋势线没破，然后在这边收了2根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当时是这边包裹住了，那可能会有一些小反弹，但是呢，只是小反弹啊。这里呢，我个人先说一下，我在这里，我在当时588的多单啊，在6350左右全部出掉了啊。当时我在6350，我们做了第一止盈嘛，盘整了很久，那天往下走的时候，我在这里全部出掉了，我把剩下的50%也出掉了啊，就是不管剩多少，反正就全部在这边，我的均价也就是635了，就全部出掉。因为什么？当时4小时级别这个地方跌破以后有连续的阴线，然后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比较守不住了，因为它已经撑了太久了，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了啊。那我就出于那个后面它又拉起来，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它只要没有站上650这个地方啊，它还是会继续往下走，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发现它越走越往上，越来越缓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一波比较大的下跌。而且我还是那句话，这么多人抄底，我觉得就这么多人抄底的情况下，这个不是真正的底啊，我讲过很多遍啊，不是真正的底啊。那你说要做这个，当时就像当时我跟大家讲说，这边做如果要在这里做空的话，啊，在这边是第一止盈，就是628，你看，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明显，在628左右是吧？然后你看628出现一个反弹是吧？为什么跟大家讲说628要止盈？你现在就理解了吧？支撑阻力这边是个微型底的颈线是吧？你要去尊重它。你看反弹，所以从628反弹上来，如果当时有听我的，懂得聪明一点的啊，就喜欢做的朋友，你反手做一个多啊，也有差不多2000点利润，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按盈亏比来算，多头仓位628啊，这边颈线6275啊，差不多就这边
盈亏比正好1:2，到现在差不多正好1:2啊，就是1000点换2000点啊，就是在我看来是及格的盈亏比啊，及格的盈亏比。那这里就是这样子，如果冲上去的话呢，我还是就是依旧是看跌，就是我个人最大的目标呢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它冲到趋势线附近啊680左右啊，我们再找机会看跌。那这里我多单止盈，就是因为那天觉得它走弱了啊，走弱了，这个就是怎么讲呢？算是一种我觉得对仓位的保护吧啊，因为我当时走的这么弱，它迟迟不上，然后我就也对它有点失去耐心了。说句实话啊，有点失去耐心了，我干脆就在这边选择赚个5000点左右离场就行了，对它就没有68000的想法了啊，没有到68000的想法。那到68000是否要做空，我们都要再考虑啊，因为本身这个走的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上涨趋势的话上涨趋势一般是向下回调嘛，比如说上涨完以后，向下回调往上看，那它是什么？这种不就是对吧？我们讲过嘛，你看下跌反弹，那反弹的过程中是不是这样走，再往下，没错吧？你看8小时级别，你看你看下跌，然后什么是吧？那这里到时候是不是也会跟这边一样？是不是也很有可能？好，所以说就是在这边走掉也是出于一个保护啊，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一种就是利润保护的这种自动的机制啊，因为我觉得再次低于63500可能就要加速了啊，就这样子。啊，以太也是一样，以太之前跟朋友们讲说啊，如果是什么回抽到这个颈线附近是可以考虑做空的啊，可以考虑做空的啊。那很多朋友有做进去，那我觉得仓位不用太大，给上方的止损就行了，因为这个地方比它可能走的比比特币更强势啊，但在我看来，以太坊它可能会比较磨人一点啊，所以耐心一点。如果你的仓位是在1870左右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拿不住啊，1小时级别你看到好几根阳线，但是还是一样，你看又收2根连续的长上影线，就这个位置它比较。就是多空比较激烈的，这里在我看来就有点五五开了。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在这边减点仓，或者是什么，就基本上没亏多少，你可以先出去一些，或者是全走，出来再观察。因为当时这里周末的时候还是挺多，你看它上影线很多，回调又2个很长的上影线，所以在这种位置又收2个很长的上影线又下不去的这种位置的时候，就是它就分歧比较大，那你可以选择先出来观望啊，可以选择先出来观望，因为这比较简单，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就卡在这个地方，就很难受啊！大家都很难受。多头，你看做多的人也很难受，做空的人也很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先出来什么等一个，比如说什么等一个小方向，什么意思呢？你看这条趋势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我就大概画一下啊，比如说这条趋势线，跌破的时候，再回抽啊，你再做也可以。等它什么这个空头结构走出来，你看。到时候如果这样走什么低点降低，高点也在降低，走什么空头结构，那你在这个地方再去做，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啊，就是给大家讲为什么我说在视频开头就跟大家讲说拓宽交易的这个框架，还有眼界，还有思维，就是这个原因啊。有些时候打开来看啊，打开来看，好吧？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看一下哈，这个这已经讲过了，这个就还是说句实话，我觉得没有到恐慌的时候，我是不看涨的啊，不看涨，就是它会上涨，但是是一种反弹形式的上涨，不是真正的这种大涨啊。你就像之前比如比特币在这里的时候，当时资金费率非常负，很多人做空啊，所以你看它从这里一路涨上来，涨了差不多2万点啊，那确实这个利润是很可观。那这里没有这样的费率去支持它的话，我觉得不太切实啊，不太切实际。然后这里呢，买入量也很微弱啊，很微弱，非常的微弱。然后美股也在慢慢的有点往下走，前面我们讲过是不是？美股开始有点走抛物线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比特币还是会继续承压啊。那这里看什么？就是现在慢慢看出来了，就是又在选择方向了，什么买量在减少，卖量也在减少，走三角。但是我还是偏向卖量，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没有人愿意买的情况下，它没有多高的反弹的
这个叫什么？就反正反弹的动能就很弱，你知道，你这样就更好理解啊。所以说，在我看来，我还是比较偏向看跌的啊，看跌的啊。资金费率呢，其实就是没有太多人去追空啊，早上看了没有太多人追空，包括币本位没有人追空，那我就更不可能去看多它了啊。你只有很多人去追空，我才考虑是否要去看空它啊，看空它。好，那这里看一下哈，上方的多头啊，上方空头还是挺多的哈。我们其实就是68000左右啊，你看41亿，但是这里的多头呢确实非常多了，所以我认为如果它真的要上涨的话，就是涨到趋势线附近下杀，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这里，比如说直接再清一波空头，再清一波多头，然后到时候可能突破到75000附近啊，就这种，比如说我随便画哈，随便画不是真的75000哈，只是给大家简单画一下，就有可能这边做个小底，然后往上突破，做个中期的突破，因为我觉得比特币要到什么27年10月份啊，或者是就是27年6月份到10月份左右吧，到夏天可能才有一波比较好的反弹，所以这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再跌一波，突破趋势线，很多人追多啊，比如说到时候反弹，然后再下杀一波，可能走这种形式，这是最恐怖的啊，这是最恐怖的。好，那还有一种形式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什么到这边下杀反弹，然后反弹，在这边震荡突破趋势线了，再起来啊，这种是比较合理的，好吧？所以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啊，所以我是不太看多它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认为底部它不是一个这样子形成的过程啊。可以，所有都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哈，包括股指啊什么的，因为确实挺危险的。美股真的是就是有点就是经济他们是滞胀啊，走势也是比较滞胀，你看就是有点挤牙膏挤不上去的感觉啊。这日线要是再是一收阴，比特币又承压，那承压的情况下你怎么上去也上不去，是吧？好，那就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啊，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那我们就明天见啊，朋友们再见，再见。